正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美国外景主持人程小农。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加州大学 Riverside 分校的林佩瑞教授。林佩瑞教授在美国的这个汉学家当中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他和中国的关系也十分的悠久，可能比我们很多听众朋友的年龄还要长。最早这个林佩瑞教授是文革的初期他就到过香港，那么后来他又是这个美国科学院派到中国的这个负责人。那么接下来就是1989年6·4的时候，他也曾经帮助中国的著名学者方励之夫妇到美国大使馆。林佩瑞教授对中国的民主运动一直是非常的关注和支持。那么今天我们也想来请林佩瑞教授为我们介绍他自己和中国的这几十年的这个相互之间的关系。那么也请他呢，帮助我们分析一下中国民主运动的未来。林佩瑞教授您好。好，很高兴，很荣幸参加您的节目。您是首批和中国接触的汉学家之一，我们是从1990年就认识的老朋友了。那您以前提到过这个文革初期，您那时候就去过香港，那是您第一次和中国有很近距离的接触。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您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后来，6·4，这个您在北京，那么这一段这个传奇的人生经历，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会非常感兴趣的。这个是个长篇小说，有很多章节。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很向往中国的社会主义。美国有这个民权运动，这个自由言论 （free speech） 运动，有支持黑人的运动。尤其重要的是反美国在越南打仗的运动。所以当时我是个典型的左派学生，甚至于我是一个小组织的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有那么个委员会，我是他们的学报的编辑之一，相当左。向往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对美国社会有批评，然后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的不多。可是看到宣传品，那么中国建设之类杂志过来，社会主义那么理想，我们当然相信了。后来意识到是受骗的，但是当时是很诚心的受骗。那么中国的乒乓球外交的时候，先是美国乒乓球队到中国去，第二年72年是中国的乒乓球代表团到美国来的时候，人家组织他们接待他们的，他邀请我和其他有5个年轻美国人，陪同做翻译。我就高兴透了，好的不得了，跟他们旅行了1个月的美国，也是那种意识形态，就是向往社会主义，还写了文章称赞郑敏之，他们这个忘了是谁，互相帮忙，互相提出批评来，那种精神，很向往，写了篇文章。后来呢，第2年73年，我在香港做研究，顺便写了封信到北京说，我们去年做翻译的那些翻译，我们很想到你们国家去看看啊。马上就又回应，邀请我们去1个月，去了广州、上海、苏州、
西安、延安、北京、唐山，那么多城市去了4个月，4个星期，总共要求我们只付$500，很显然是个友好的旅行，友好这个收费标准的旅行，然后可是呢，是那4个礼拜我第一次的遇见的一些经验，就让我最早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怀疑。那实际的情况跟美满的理想的区别在哪儿？我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念到这个破四害的运动，所以是心目中以为中国没有老鼠、蚊子、苍蝇、麻雀，这4害没有。后来我在苏州一个茶桌上发现有一个苍蝇，哎呀，高兴的不得了！我一个大发现，中国是有苍蝇，这不是一个苍蝇吗？照了相，我这相片还有。所以我本来那么天真，可是慢慢有些这个意识到实际情况。我们坐火车的时候，坐的都是软卧或者软座，那当然中国的一般老百姓坐的是硬座。所以我随便问了我们的向导，为什么有不同阶级的这个火车上的苍蝇的这个座位除了我们外国人以外，谁用那个软卧？我们他说那领导用软卧。那么为什么领导能够用软卧，老百姓只是硬座呢？那向导说领导的负担很重，他需要休息，他需要舒服。我本来以为中国是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不是反阶级吗？可是这阶级不是很明显吗？有这么个意识到实际的情况。最动人的是有一次在唐山，我们到唐山的时候下了煤矿，这是煤矿大地震那次3年以前的事情。我们下得很深，到底下呢小铁路上看见那么多矿工，我注意到那个路边的牌子，它很简单，不是那个上头那个金红红的漂亮的毛语录，不是，是很简单的牌子，说左转或者鸣笛呀。鸣笛就是按喇叭的意思，那鸣笛可是用古文写的鸣笛，所以呢，下面的语言和环境和一切跟上面就是那个地面的上头有毛语录啊，红金漂漂亮亮的为人民服务，下面没有。我就问向导，怎么下边的皇宫没有毛主席的语录呢？为什么只有上面有这个？他说下面不行，下面太脏了。我一听太脏，怎么工人阶级的生活能够太脏？无所谓，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的语言那不行，那不能太脏。所以从这儿就开始有点怀疑。几年之后，7980年，我到中国去了1年做研究伤痕文学的时候，那遇见了很多作家，刘必念对我的影响非常大，读了他的《人妖之间》，其他的作品。后来我80年代认识刘必念。当时我要求见刘必念，人家接待我的那些干部说没有，他在外地旅行，你没法见，这是假话。我后来明白是假话。
可是这个读了刘宾念的作品和其他伤痕文学的作品，我就更深的意识到这个社会主义的美满的理想跟实际的生活的差别，不但大，是大的不得了，是完全相反的两码事儿。因此呢，我的那些田间的理想落空了。我觉得一个人有高尚的理想落空这个经验，比原先你没有高尚的理想，你只看那社会的实际，那个影响更大。我就很生气，说穿了，我很生气，我受骗了，我不高兴。所以从此以来，我就这个越来越是看穿了共产党。应该说是到89的时候，89以前，89的这个2月底，有一次经验对我的影响很大，是乔治布什就是那大布什，刚刚美国总统上任的时候，他到北京来要见他的邓小平的老朋友，其他的老朋友。大布什在70年代做美国联络处的处长几年，他自以为中国通，我在中国住过，我现在总统，我就可以跟我的老朋友做朋友。那么他也坚持那种看法。反正他到北京来，要举行一次大宴会，在北京的西区东区的长城饭店，要请大家吃一个德州 barbecue。Texas barbecue，请了很多人，500个人来，包括我。我当时是美国科学院驻北京的办公室的主任，所以他这礼貌上也邀请我。他也邀请了很多中国人，多半当然是官方的人，但是因为使馆里头有这个罗德和他的罗德这 ambassador 和他的妻子包伯仪，中国人很理解中国，包括中国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呢建议请了几个稍微有不同看法的中国人，刘在富被邀请啊，包括方励之和李淑贤夫妇也被邀请。那在很偶然的这个机会上，宴会的前一天，在北京有个别的一个会上，是我在加州的朋友夏伟 Orville Shell，有一个会要计划他在6月想举行的一个国际会，他要求我去，和方励之也在那儿，有几个别人在那儿呢。很偶然有人提出来说这个明天大布什那个总统的宴会有没有人去？我举手，我受了邀请，那个方励之也举手。我本来不知道他也去，他去我去，我们住的在北京的去西北区，住的比较近。我就很随便的说，你要不要坐同一个车？因为我的办公室有一个专车，我可以随便用。我说我去接你，我们一块儿去。他说好啊，我们一块儿去。就那么随便的一个约会。我们第2天我去接他，那么开车到那个长城饭店的大概这个500米的距离，突然呢涌出来一大堆人，后来明白是便衣警察，拦了我们的车，没法走。然后房很方便，他很实际，他说我们车不能走，我们就走路去吧。
我们出去开始往那长城饭店走，那哇一大堆那个便衣也把他们李淑贤和方励之拉到一个不同地方，我和我太太我们听不见的地方。然后几分钟之后，他们回来说，那便衣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去，因为不受邀请。他手里明明白白有邀请函，但是不算。那个警察说，据我们的信息，你们不受欢迎，你们不能去。那他们不能去，我们也当然不去了。所以我们4个人在街上，方就建议我们到美国使馆去问我们到底受了邀请没有。所以我们到这个临近的一个别的一个旅馆，叫什么昆仑饭店那里去，就坐了一个的士，坐了一个车好，刚进那个的士汽车的时候，那个派遣的那个人说：“你们到不了使馆。”他知道，可是他跟我说那一句话我不明白。可是我们呢坐上车，走了大概2、3条街，那又是一大这个小警察出来拦了我们的车，说你们的车有问题，你们的车的那个小红灯后边的小红灯有毛病，你们不能走。下来就下来了。方也是很实际的一个看法，我们的车不能用，我们就坐公共汽车吧。坐公共汽车呢，我们等了车，跟老百姓下班的时候比较挤，等车的地方比较挤，我们也就跟着等车。等了那车来没停，他就穿过不停。老百姓纳闷怎么回事，他这不停。等第2个车来，第2个车也不停。后来我们发现，每次车来的时候，大概在100米远的一个地方，车被拦下来，有一个人去跟司机说什么话，然后说什么话之后，他来就不停。老百姓很愤怒，谩骂，他们想回家呀。方励之很明白，他说这问题不处在老百姓，处在我们这儿。我们间接的我们伤害了老百姓，他们回不了家的原因是我们，所以我们不等车吧，我们就走去。走去呢相当远，又是2月，相当冷。我们没有预备在外面走路，我们的衣服不是那么多，可是我们慢慢走，每走一条街，有新的警察来接我们。走一两条路，他就换了别人跟着我们，有警察在走路跟着我们的，有的在街上，有摩托车，有汽车也陪我们。累得不得了。我们走了2个钟头，到了使馆门前，锁了，也没人，也打不进去，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们在街上那个随便聊，然后有2个外国人过来，他们在夜里散步，是加拿大的外交官。一个那男的叫 David Horley， 他是个外国一个加拿大的外交官，和他的妻子他们在街上散步。他们一看着，方励之，他们大吃惊，因为新闻一直有报道说方励之要去宴会，这是一件不大不小的一个新闻。他就吃了一惊，他说：“好，你们到我们的这个公寓来，我们打电话，我们看看吧。”好，我们到他们的这个公寓楼里头门前，又是警察在那儿拦。开始问我们是谁，问到方励之，他把他的身份证放在胸前，大声说方励之，意思是说
这个我不怕你们。然后 Hawley 那个外交官，他跟那个门前的警察解释，他说：“你们不知道吗？我是外交官，我有权，请任何人到我的公寓里头来，你没法拦。”那个警察就不知道怎么说，他大概不是那么层次的一个人，他就让我们进去，到 Hawley 的办公室去。好吧，我们还没吃晚饭，Hawley 妻子拿出来一些花生酱啊、面包给我们吃我们的晚饭。然后这个李淑贤呢，他关心他的小儿子，方哲，在他们的家里头，他们的公寓里头，他怕方哲会听到方励之不去宴会的消息，会担心，所以他打电话回家告诉方哲放心吧，我们在 Hawley 的办公室去，有事情我们是这个电话呀，你放心，我们没事儿，不要怕。打完电话挂上电话，没多久电话响了，是新闻界，先是香港哪个报，然后是美联社呀等等。打电话的记者要是说中文，那方励之答；要是说英文，我来答。可是每次挂上电话，马上就有第二次电话。方说这个效率不高，我们这法子不行。我们到那个西城的香格里拉饭店，香格里拉饭店是所有的外国记者集中的地方，他们都住那儿。他说我们到香格里拉去，一次性的把这些问题答掉，好不好？我们就说好，去吧。可是有人问这个我们怎么去呢？ Hawley 说坐我的车，我是个加拿大官方的车，他不会拦我们。然后坐 Hawley 的车去了香格里拉。紧跟着有警车，中国的警车，但是他没有，只要我们的方向是往那边去，不往长城饭店，而是往西城的话，他允许我们走，我们一直走到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出来做了一次性的很大的一个新闻交代会，大概估计有200个记者坐在那儿听各国的。第二天我的亲戚告诉我在美国中部的亲戚打电话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你做的全国这么 NBC、CBS 他都广播这个消息。说英文呢，我是发言人，所以我们这个交代会很成功。交代会成功之后呢，已经是夜里1点半的时候，我回家喝了点 whisky 酒，我这个脑子太兴奋，然后坐下来，马上把所有的从头到尾的故事打出来，准备明天发给任何人，然后睡觉。所以整个那天晚上是个很大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经验。可是我说，对我的相信共产党的关键不是那个经验本身，是后来大概2周以后，新华社出了一篇消息，说方励之赴宴真相，那么一个标题下面的说了我们的故事。他们新闻这个中国官方的故事跟实际的故事不是稍微有变化，也不是花边文学有更改，不是，从头到底完全是个假的故事，完全是编出来。说我们坐车往长城饭店去，绕到后面，想从后面打进去，然后
中国官方很正义的去拦我们，你不能从后门进来等等。然后整个那个关于追他们在街上，我们就从头到尾的故事没有，他不说这个，就说了一个比较简单，可是100%假的一个故事。哎呀，我看到这个故事，当然不以为然。我写了封信到瞭望杂志，因为新华社的报道，我看到的那个版本是瞭望杂志上发的。我写了封信说，你们这故事是假的，我能不能把真况写到你们读者去？没有回音，没有回音。我又写了一封信，双挂号，双挂号，没有回音，那个双挂号的收据也没有回来，我就意识到联邮局是他们控制的。然后没有别的办法，我就问我们的办公室的司机，你能不能把我带到瞭望杂志上，去访问？去了一趟，有一个叫张什么，本来写那篇文章的名字是一个叫玉木2个字，玉木，那很显然是个笔名。我们到了瞭望杂志，我问玉木先生在不在，他说：“哦，对不起，他在外面旅行，他不在。有一个姓张的一个人接我，可是您可以进来谈。进来谈，我说你们这个故事从头到尾是假的，我能不能写个澄清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是当然这是含糊其辞，没有答应任何东西。我注意在4、5个人在接待我的那个4、5个人之一，有一个老先生，他把头放在桌子上，低头一直没动。我感觉到这很奇怪，后来想这个大概是个好人，他听不下去，他不忍听他那些同事说那些假话。后来放心，我就没有放心，我说完了我就走了。走了那姓张的，到那时候他对我已经有气，他说：“林教授不送了吧，您走吧。”很不客气的让我走之后，我后来听其他的中国朋友，认识新闻界的中国朋友告诉我，那个姓张的，对我最后不客气的放我走，就是玉木，就是那个写文章的那个人，所以我这个经验是我彻底对共产党彻底破灭的关键的时候。那经验之后，我到方励之的家去，告诉他，我说我到瞭望杂志碰了这么个大钉子，又发现这个玉木这个人明白张胆对我说假话。方什么态度呢？他就很轻松的笑了我，笑的当然是很轻松的，很客气。可是他的意思是，你难道到这个地步，你还那么天真，你还有那么一层薄薄的相信共产党的层面？我们早就看到了这种事情太多。他说，我们早已经看到太多，所以我们有这种经验的话，我们不会惊讶，不会见怪。你因为好心，你到现在还是觉得共产党在底线上会说真话，可是他不是这种东西。所以到那个时候，那大概是我最彻底的转折点。从那个时候以来，一直有我现在的看法。当然，回美国，我们在普林斯顿办了一个中国学社，
程小农博士也是我们的成员之一，刘必念在那儿，苏小康、阮明，陈奎德，很多，从64跑过来的，这难民吧，知识分子难民到 Princeton 来，我认识他们，跟他们很熟呢，一直越看书越明白，到1996年的夏天，我去中国，你想参加我们的一个语言班，普林斯顿在北京的语言班，是我创办的一个活动，跟一个好朋友周志平教授一块儿这个创办的一个学校，想到那儿去跟学生老师见面演讲好，到北京的机场被拦，不能进去。我虽然有签证，他不让我进来。从96年以来，我就没法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中国。台湾我当然能去，香港最近我不敢去，可是香港很多年也去了，也敢去，长话短说是这么个故事，我当然还有别的故事，可浪费时间说的太多。那谢谢您啊，这个长故事已经很吸引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了。那我想在剩下的这个节目的时间里啊，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就是美国这个汉学界或者中国问题研究圈，总体来讲对中国呢也还是一直有着一些个期待，也有人说是中国情结。那你认为说美国现在的这个中国问题研究圈，从这个中美这个贸易战开始到现在，他们的看法有没有一些变化，或者说他们现在怎么来看待中国呢？对，这问题也很好，可是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把它缩短的说。原先美国的人，包括汉学家，对中共的好感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自己那个原因，向往一种假的，可是摆在那儿的一种社会主义的理想。二呢，更深的一个缘故是从欧洲17世纪以来对东方，尤其是中国，有一种神秘的感觉中国是个遥远的、跟西方不一样的，很神秘的一个地方。这种态度一直到现在有，而且就让西方人不会那么容易去批评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地方。遥远的神秘的地方，你只好尊敬人家的不同习惯，有那么个态度。一直到最近跟中共近几年来，当然在64以后，90年代，包括21世纪的初期，美国商界发现到中国去可以赚钱，当然他以为能够赚的钱比他实际上能够赚的钱还有大的许多，可是还是能够跟共产党一块儿去剥削中国的便宜劳动力，大公司这个在中国能够制造那么多东西，运到美国来卖，它也能够捞一把，所以商界一直不太愿意出来直接的批评共产党。我20年来认识一些在中国做生意的人，他们两个层面，肚子里头对中国共产党的牢骚很多，在我私下说话也愿意说，也愿意解释，可是他公开不愿意说，因为他能够赚钱，他不要这个，不要把他这个机会弄糟了。到了大概4、5年前，这种态度开始有变化，意识到
共产党偷窃秘密，不但是军事秘密，是商界的秘密等等，不尊敬所谓的这个呃呃知识遗产，这种问题让美国商界失望，美国的学界近几年来，报界我觉得都转舵了，都比10年前看穿中共看得更多可是还是有问题，还是没有彻底的看穿。这个很难一概而论，但是慢慢的，我觉得近几年来是有好转的。但是你说像我这个彻底看穿幻灭，那这种人不太多，包括在学界里头不算太多。最后啊，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1989年6·4以后，这个中国呢，这个民主化运动呢是在天安门广场被镇压了。那么从那时候以来，您觉得，因为我想您也认识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或者您的分析，您觉得中国的民主运动今后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吗？还会继续出现吗？小农兄问的这些问题都是好问题，可是也是很大的问题，太大了，很难这个一概而论。我有一个最根本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法可能是我因为近几年来，我做了研究，写了一本刘晓波的传记。刘晓波当然是6·4的一个人物，可是他在2002年到2008年那几年参加，有人管他叫公民运动或者维权运动的那些活动，不只是他，许多人那时候因为有民主理想，放弃了80年代的方法。我说80年代的方法是跟官方对话。你要是一分析，从魏京生79年提出，78年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在概念上是配合邓小平的4个现代化，那一直到这个整个的那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跟上面的赵紫阳啊，或者胡耀邦啊，或者田纪云啊，或者比较开明的领导，相互动、相协助、相帮忙，而像那些赵紫阳、胡耀邦啊等等，他也真的想听一些社会上的知识分子的话，有合作的机会。可是寄托希望都是从上面往下的改革，一直到6·4的时候，不是民主运动的时候，不是提出要对话，要求学生要求对话，都是一种从上往下的这个希望。但是在公民运动的时候，维权运动的时候，很多人不只是刘晓波，他们的希望是从底下往上发展，所以有各种23年那个叫什么孙志刚那种事情，别的一些从底下往上的刘晓波的方法，是接触老百姓，听老百姓有什么牢骚，根据老百姓的怨恨去，因为当时那个网络也刚刚发达，用网络去散发老百姓肚子里的牢骚，让别的老百姓认同呢，然后慢慢孙志刚事件是个很好的例子。
然后一成功的话，从下面往上进行，可能能够改变社会。刘晓波有一篇很好的文章叫通过改革社会来改变政权，大体是这个意思。反正我觉得对，我觉得老百姓的经验，他肚子里头的呃这怨恨和价值观是我们能够寄托希望的地方。老百姓的价值观还在那儿，哪怕你有了个共产党，有个文化大革命，有个6·4，有个从上往下的压迫那么多，中国老百姓一直没有被打倒的一个价值观是正义感。我觉得正义感，所以他反对腐败，反对剥削这些东西，是因为有一种正义的价值观。正义本身这个概念有平等的概念在里头，因为正义你需要至少2个人，我对你正义，你对我正义的意思是说，不只是1个人，是2个人的价值观。正义的底子是平等，是应该平等，应该都有权，有同样的权的一个层面。我觉得在这个最根本的层面上，中国老百姓的价值观还健在，跟上面下来的价值观的对比是很明显的。你要是看今年的2月的冬奥的是奥运会，冬天奥运会在北京举行，那上面的宣传是，哎呀，中国崛起了啊，中国梦到了，我们伟大，我们这个进行了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国的如何这种官方的价值观。在中国老百姓里头有影响的，当然有影响，有人听到这个高兴，有影响。可是这个总归是一个从上往下的人造的共产党的所谓理想，下来，同时呢，有底下的理想，同时在奥运会的时候发生的那个铁链女的故事。铁链女，哎呀，不能相信有那么个糟糕的事情在我们社会上发生了。可是通过网络，马上很多人知道，很多人关心，甚至于点击铁链女的故事在网上的人，中国人比点击奥运会还更多。这个价值观呢，是官方的价值观吗？不是，是反对的价值，是跟官方对着干的故事。当时呢，江苏的铁链女那小地方的官方，他弄出来一个故事解释，没人信。第2次、第3次、第4次有4个故事出来，老百姓不信，他信任的是网络上的亲身目睹过的人的经验。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刘晓波一直他喜欢指出这一点来，为什么全国都在关心铁链女呢？为什么它蔓延的速度那么快啊？是因为那么多人都认识铁链女吗？当然不是。是因为那么多人认识在江西那小城里头的人关心他们呢？也不是。全国甚至海外的人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它有代表性，铁链女这种故事的价值观，我们这个生活里头，我们自己的生活里头也遇见过类似的东西，所以我们马上跟铁链女有同情
同情感啊。所以呢，你明白我的大概的意思，也许太天真，可是有上面制造的价值观，奥运会的价值观，那种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价值观，从上往下压。可是同时有底下的老百姓的本来就有普通的价值观，现在还在起作用，也有。最远的这个我没有水晶球，可是我相信底下老百姓那种价值观的这个这个力量，最后会比上面制造的价值观还要强。非常感谢林培瑞教授，在这个短短的节目时间里，给我们讲了很多深刻的故事，还有很多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会喜欢这次林培瑞教授为我们讲的故事。这故事，特别是他个人的亲身经历，是让大家可以清楚地了解共产党的制度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也代表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再一次谢谢林培瑞教授，希望今后我们还有机会再请林培瑞教授讲他更多的故事。今天可能只讲了他的1/100。不敢当，我今天说的不好，请大家原谅。谢谢观众朋友收看我们的正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们下次再见。